大家好啊，我是优步。有人问禅师啊，说什么是修行？禅师回答说，饿了就吃饭，困了就睡觉。是啊，人生在世啊，行走、坐卧、睡都是修行。虽然吃饭、睡觉看似简单，但总有些人啊，食不知味，也总有那么一些人啊，经常睡不安稳。如此一来啊，又怎么能做好其他的事情呢？大乘五蕴论告诉我们，云何为嗔？谓于有情乐，作损害为性。也就是说，嗔恨心啊，如果没有及时化解，就会转变成怨恨，既伤身又伤心。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个故事啊，说过去有一个女子做了很久很久的噩梦，在梦里啊，有一座黑色的房子，房子里呢不停地传出刺耳的尖叫声。在这样持续的噩梦之下呀，久而久之，她就产生了胸闷的毛病。虽然找了许多医生啊，但是都没有办法治愈。在机缘巧合之下呀，她遇到了一位禅师。禅师听完她的遭遇啊，就拿出一把钥匙，并且对她说：“你如果下次再做梦时啊，看到门上的铁锁，就用这把钥匙打开门，放出里面的人。”当她回去后，又做到这个噩梦时啊，她拿出了钥匙，走到了门前。这时啊，她才发现里面关着的都是自己憎恨之人。于是啊，她放弃了开门。她要让这样的人啊痛苦的煎熬下去。就这样，半年过去了。 6 months later， 梦里面的铁锁啊渐渐的生锈了，而女子的病情呢也愈加严重。禅师遇到了，摇摇头说道：“铁锁啊快要锈死了，你只剩最后的一次机会了。若你还是不打开，你就只能永远这么痛苦了。”女子啊终于下定决心，她打开了门。在她打开门后啊，里面的人一涌而出啊。最后她发现，在角落里面站着一个瘦弱的女子。走近一看，那个人竟然就是她自己。就在这一刻，房子轰然倒塌，她的病也终于好了。原来这座黑房子囚禁的不是别人，而是她自己。当她满含怒气怨恨别人时啊，痛苦最深的也是自己。科学研究表明啊，负面情绪的记忆在过夜之后更难逆转。佛经上啊也记录说，世间之急莫过于猛风，怨念之灰复速于彼，一切如来、金刚天等及五通仙不能救护。说人话就是啊，说怨恨的念头啊，比猛烈的风还快，即使是如来、金刚都来不及救护。佛陀啊，更是开示道，当一个人生气时啊，会有7件坏事降临。一呢是丑陋，二呢是病痛缠身，三呢是错把善意当作恶意，错把坏人当作好人，导致痛苦与伤害。四呢是失去辛苦赚来的钱，五呢是失去声望。第6点是你的亲朋好友啊会与你形同陌路。第7点则是转世投生畜生道。由此可见啊，一个睡前心怀愤怒，任由怒气驾驭自己的人啊，受影响的不只是你的身心，更是你的命运。人呢，睡前一定要想明白，世事无常，转眼便是尽头。剩下的日子啊，一天比一天少，能折腾的日子呢，也不会再有许多。我们与其花时间生气啊，不如聪明一点，开心的过。毕竟一念放下，
万般自在。放下情绪入睡啊，这本身就是一场修行。佛经云啊，生死大事无常迅速，也就是说，生命不在朝夕，而只在呼吸之间。当无常突然到来，留下了不舍得、放不下的遗憾时，就只能被痛苦所牵引了，在苦海中煎熬。人生在世啊，别抱着遗憾入睡。有这样一个故事啊，一位老人一生为人节俭，他得到了一箱梨，每次呢总是会挑最烂的先吃，结果啊陆陆续续都有梨会烂，而老人呢也至始至终吃到的都是烂了的梨。原本好好的一箱梨，最终只能吃烂的。而在我们的生活中呢，又有多少人有过这样类似的经历？有些人买来昂贵的衣服，总是想着留到重要的场合再穿，于是留着留着，这件衣服也就过时了。而当他拥有精美的食物的时候，也总是想着放到最后再吃，于是呢，放着放着就过期了。而在乎的人呢，总是想着来日方长，于是呢，雪花飘飘，北风萧萧，天地一片苍茫。等着等着也就散了。又有多少时光还来不及善待，就留下了遗憾呢？无常经中提到啊，说大地及日月时至皆归尽，未曾有一事不被无常吞。也就是说，世间的种种啊，都是在刹那之间生灭变化的。活好这一秒，不要去等待下一秒。人生啊，一眨眼就老了，把握当下的每一刻，别在睡觉前留下遗憾。毕竟岁月经不起蹉跎，千万不要等到冬天来了才怀念春天的姹紫嫣红，不要等到身处暮年才后悔荒废了青春的年华。往后余生啊，此时此刻就是你人生中最美丽的瞬间。珍惜眼前的人，不把遗憾留给明天。还有一点啊，就是说睡觉前啊，不要带着烦恼去入睡，因为你带着烦恼去入睡啊，人生只会越走越艰难。楞严经啊曾经告诉我们，烦恼都是客人，因此呢，我们管它叫客尘烦恼。也就是说，世上所有的烦恼都是因为你愿意留着它，你要是不留着它，它自己就会走了，对吧？你若是不肯放下，它就会一直跟着你。佛经里啊有这样一则公案，说过去有一个人啊，他每天活得都很烦恼，于是呢就去请教禅师。他向禅师啊讲述着自己遇到的种种不幸，希望禅师啊可以为自己改变命运。禅师啊于是就问他说，你向往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？是像天空翱翔的鸟儿一样呢，还是像水中遨游的鱼呢？还没等这个人回答呀，禅师接着说，世间所有的生灵啊都有自己的使命，你看到的是鸟和鱼的自由，而你没有看到的却是他们随时都会成为猎物的不幸。过了一会儿啊，禅师说，人各有难，生活啊本就是如此。而当你学会放下烦恼，在睡觉前原谅一切，那么你的每一个明天啊便都是重生。那人听完之后啊若有所思，从此以后啊，无论遇到什么烦心的事，都会在睡觉前放下。久而久之啊，他的心中的喜悦越来越多，生活呢也越来越顺利。人生啊诸多风雨不顺，
都是必经之路。可是我们不能因为一时的不称心，就烦恼重生，自怨自艾。当你开始接纳了一切的不如意时，一切也就会随之变得不一样了。法句经有云：千千为敌，一人胜之，未若自胜，为战中上。说人话就是，即使你战胜了千万个敌人，也比不上战胜自己内心的烦恼。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，人生中最大的困难就是战胜自己。其实在这个世界上，谁能没有烦恼呢？对吧？唯一的区别就在于，有的人他想通了，而有的人呢想不通。想不通的日子就过得糟心，而想通了的人呢，日子就过得顺心。生活怎么过，全看你是怎么想的。睡觉前你把这件事想明白了，你醒来就不会再有烦恼。佛说苦非苦，乐非乐，只是一时的执念而已。心呢，是一切的根源，所有的压力与痛苦都在其中，而所有的苦难与挫折都是道场。活着的每一天都是在修行。你睡觉是修行，你修行呢是为了修心。而人活着不就是该吃饭的时候吃饭，不生心思，而该睡觉的时候你就去睡觉，不要去过多的计较吗？所以当你安心吃饭、安稳睡觉的时候，无需神佛度你，你就是在自度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我是优步。